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去分享怎么去制作具有 3D 效果的盲盒，就是类似于这样的。这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图，效果还可以，是我用一张涂鸦制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盲盒。那这种图是怎么去制作的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个呢是我在 Photopea 上边去画的一个涂鸦，灵魂画手。当然，会画画的同学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，就是你可以就是手绘一张线稿图之类的等等。那么就是这样一张简单的一个涂鸦，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做到的。然后你画好了之后，把它保存出来。保存好了之后，我们回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，点击图生图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去上传我们刚刚保存的这张涂鸦，上传到这里，然后下边根据自己需求去填就可以了。那我这里就默认大小的话要跟这个大小是一样的，我们点这个支持就可以了。它就是上传的这个大小，然后生成批次可以多一点，比如说我们生成4张，下边的重绘幅度我们可以给低一点。比如说就0.5，然后我们打开 ControlNet， 同样把这个涂鸦上传到这里，然后点启用完美像素。下边你可以用一些边缘检测的一些算法，那我这里就用 Canny， 当然你也可以用线稿类啊等之类的都是 OK 的。然后我就用这个 Canny， 然后点这个爆炸的一个图标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它的一个预览图，因为这张图本来就很丑、很简陋，对吧？那肯定是不能跟着这张图走的，所以说你要给 AI 更多的一些发挥空间，这里的一个权重就不能给高了，所以要低一些。那我就0.65吧，这是根据自己需求去调一下的，就是给它更多的一些发挥空间。其他我们就默认。上边这个底膜呢，你可以用一些就2次元的，也可以用这个，你可以试试。比如说你用这个也行，然后用这个也行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些就是模型。然后这里的提示词，你可以用这张图，你把它放到反推提示词里边来看一下它有什么东西。当然你也可以自行的去描述。这里我之前就是试过，那我就用之前的那个。就是这个提示词，这里就是写它的一些质量啊等之类的。一个女孩，然后她裙子啊、微笑啊等等，就是这些。当然的话，在这里要去使用一个 LoRa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线稿的一个 LoRa，就是这个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第一个这样的一个线稿的 LoRa。这个地方一定要加，然后呢，你这里头的这个提示词加一些这个就是黑色的线条，然后单色就是这样的一些提示词。当然这里是一个白色的背景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反向提示词的话，就根据平常的那个来就可以了。好了之后检查一下，然后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点这里生成。生成好了，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几张图。在这几张图里头去选择一张你比较满意的图片，你觉得还 OK 的，那我就觉得这张线稿还不错，那我就把它保存出来。比如说就线稿。那么保存好了，如果你想让你的颜色更精确一些，那你就放到 PS 等一些工具里头去上色。上好了色之后，再放到图生图里边来，然后去重新跑图，就是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麻烦了，你就想在 Stable Diffusion 里头去跑颜色也是 OK 的。那这里我为了省时间，我就不在 PS 里头去上色了，那我直接在这个 Stable Diffusion 里头去操作。然后我们到这个纹身图这边来，打开 ControlNet， 把我们刚刚保存好的这张线稿放到这里来，然后点启用完美像素。在下边你同样去选择一些边缘检测算法，比如说我选择这个 Canny，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种线稿类的等之类的都是 OK 的。然后点这个爆炸的一个图标，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览图了。当然，这个权重的话，你也是让 AI 发挥的更大一些。你可以把这个权重放低一点，比如说我就0.6吧，然后其他我就保持默认，
当然，大家其他参数可以去试一下。然后上边这个模型呢，你可以换一下，我就换这个。换好了之后，我们要写提示词。这个提示词就是使用我们刚刚那个提示词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点这个历史记录，我们图生图里头的这个提示词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肯定要去删一些东西。你把有关线稿类的一些描述肯定要删掉的，比如说这个 Laura 要删掉，然后白色的背景要删掉，单色删掉，黑色的线条删掉，这些都可以保留。然后我们再输入一些，比如说有关这个女孩的一些细节，比如说头发，对吧？头发我们要银色的头发。然后呢，裙子我就，还有眼睛，眼睛我就要黑色的眼睛吧。然后黄色的裙子吧。其他的大家可以下来试一下。那我就这几个，我调一下位置，我把这个头发放这儿来，眼睛放这里来吧，然后裙子放这儿。然后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它的背景，比如说像这个天空，对吧？这个我选择这个多云的天空，然后比如说草地，对吧？在草上，然后草，还有花嘛，就是比较简单的。当然，你可以去根据自己需求去填写。那这里反向提示词就用一个通用的反向提示词，然后其他就保持默认吧。然后这里注意了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添加一个 Laura，就是盲盒的 Laura。点这个粉色的图标，我们加这样的一个盲盒的 Laura，我是加的这个，你点它就可以调用它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加入它的一些触发词，你鼠标右击，这里有它的触发词。这个呢，是我之前讲这个 Laura 的提示词工具的时候，就上个视频有讲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调用它的触发词。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不改了。然后下边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填写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往下，我们就上传这张图片的一个大小，点这个，然后它的大小就上来了。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去填写。那我这里就多生成几张，我生成4张吧。然后你检查一下你的那些有没有就是说想改的，那没有改的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生成。好，生成了，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几张图，可以看一下效果还可以，可以看一下的。那么这张图我觉得嘴这个地方是最好的，大家可以下来试一下，这个就是制作的一个方法。那么就是把我们之前比较丑的那张涂鸦，就是这张涂鸦，然后一直到这样的一个3D 的一个盲盒，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，大家下来试一下。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。